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流经该国的刚果河而得名。如今，刚果河流域有2个以刚果得名的国家，面积较大的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较小的名为刚果共和国。为了便于区分，国际上一般会在刚果之后附上其首都缩写，因此刚果民主共和国又被称为刚果金。刚果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法语国家，按照陆地面积来算，它是仅次于阿尔及利亚的非洲第2大国。凭借地处非洲中部的地理位置，该国素有非洲心脏的称号。现在被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地理区域，早在9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该地区早期的历史始于班图人的迁移浪潮，班图人的迁徙取代了比格米人。到公元5世纪，一个氏族社会开始沿乌蓬巴湖与加丹加的卢瓦拉巴河两岸发展，此文明被称为乌蓬巴。由于刚果古代历史上缺乏文字记录，因此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的刚果历史并不清晰。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刚果王国的历史进程迅速被远道而来的葡萄牙人所打断。当时，为了开拓外部市场及获取更多香料，濒临大西洋的葡萄牙率先开启了大航海时代。1482年，葡萄牙航海家迪奥戈·卡奥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时，发现了一条流量巨大的河，即刚果河。他上岸后向当地人询问这条河的名字，当地人误以为对方问这是什么，因为这个误会，刚果河被称为扎伊尔河。扎伊尔在刚果语中是河流的意思。曾兴盛一时的刚果王国在欧洲人到来后迅速衰败，大量刚果人被卖到美洲。除了葡萄牙外，法国也积极进行非洲殖民。1776年，法国派人在刚果河口北部的卢安国建立了天主教会。不久后，法国政府又进一步在现在的刚果河口附近的沿海地带建设了军事基地。进入工业时代后，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开拓外部市场和获取工业原材料，对非洲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兴趣。1874年到1877年，英国探险家李文斯顿深入刚果境内，但他将刚果河误认为是尼罗河的源头。与此同时，记者出身的英国探险家史丹利沿刚果河而上，发现了位居非洲心脏地带的刚果盆地。史丹利随后向英国政府报告了新发现的土地。在没有得到英国政府资助情况下，史丹利转向了比利时。此时刚独立的比利时由于煤炭资源丰富，走上了工业发展的快车道。当史丹利还在非洲探险的时候，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就急不可耐地成立了国际非洲协会。在利奥波德二世的资助下，史丹利再度进入刚果河流域勘察。为了向利奥波德二世致敬，史丹利将处于刚果河中游的基沙萨地区命名为利奥波德城。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河流域的殖民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的警觉。为了进一步划分各国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刚统一不久的德国在1884年邀请14个国家召开了柏林会议。经过长达104天的讨价还价，利奥波德二世成功争取到刚果河以东的土地。从此，非洲版图上出现了2个分属不同国家统治的刚果殖民地。由于西方人对刚果早期的认知基本停留在河口地区，因此彼属刚果自由邦的首府设在了下游河口城市博马。随着对刚果盆地内部的认知加深和连接内陆的交通设施逐步完善，利奥波德城作为上下游货物中转点的地位逐渐凸显。这为利奥波德城升格为刚果自由邦的首府铺平了道路。严格来讲，刚果自由邦是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刚果自由邦建立后，遭到利奥波德二世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当地民众在比利时军警的驱赶下，被迫从事筑路、开矿等工作。由于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刚果自由邦原有的2500万居民，在20年时间内便骤降到不足1000万。尽管利奥波德二世宣称自由邦将致力于提高当地发展水平，但实际上刚果人民却陷入了更大的苦难。随着橡胶轮胎的发明，比利时人把当地的妇女、儿童或老人挟持为人质，逼迫其亲人前往森林采集橡胶。利奥波德二世会将完不成任务的刚果人的手臂砍断。除了收集橡胶外，修建刚果铁路过程中，刚果人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刚果自由邦最终因对当地人民日益残酷的虐待而声名狼藉。
导致比利时政府于1908年将该地接管。从此，刚果自由邦被称为比利时属刚果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属刚果则被纳入法属赤道非洲联邦管辖。两国对刚果人的分治，造就了这两块殖民地在政治上的隔阂，最终使得两国在二战后民族独立浪潮时未能建立统一的国家。1960年5月，由帕特里斯·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赢得了议会选举，卢蒙巴成为了该国首任总理。同年6月30日，比属刚果获得独立。2个月后，法属刚果也获得了独立地位。由于两国独立后，国名都叫刚果共和国，国际上为了区分这两个同名国家，便会在其国名之后附上首都名称。比属刚果独立后，随着比利时行政人员的离开，几乎没有刚果人能够无缝地取代训练有素的比利时官员。比利时期望得到刚果的求助，从而能够重新控制刚果。此后，在比利时的支持下，矿藏丰富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比利时认为此举是控制刚果资源丰富地区的最佳方式。面对陷入分裂的局面，卢蒙巴向联合国发出了求援。联合国随后派遣了2万名维和部队保护该国的欧洲人，并试图恢复秩序。在此期间，刚果第二富裕的省份开塞省宣布独立。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拒绝卢蒙巴帮助镇压分裂运动的请求后，卢蒙巴转向苏联寻求援助。苏联接受了请求，并派出了军事顾问。美国认为苏联是企图利用这一形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代理国。当年的8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中央情报局刺杀卢蒙巴，然而相应的毒害卢蒙巴的尝试失败了。1960年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迫于美国、比利时和分裂省份的压力，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卡萨武布公开指责卢蒙巴在南开塞省实施大屠杀，并让苏联人卷入该国事务。同年9月14日，在中情局的支持下，约瑟夫·蒙博托上校发动了政变，逮捕了卢蒙巴。1961年1月17日，蒙博托将卢蒙巴送到加丹加首府。在众目睽睽之下，卢蒙巴遭到殴打。后来，加丹加电台宣布卢蒙巴已越狱并被村民杀害。很快，人们就明白了，事实上，卢蒙巴抵达后不久就与另外2人一起遭到折磨并被杀害。2001年，比利时的一项调查证实，卢蒙巴是在比利时军官在场的情况下被加丹加宪兵枪杀的。比利时对卢蒙巴遇害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比利时此后正式为其在卢蒙巴遇害中所扮演的角色道歉。卢蒙巴终年仅35岁。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将卢蒙巴赶下台的政变者蒙博托曾经是卢蒙巴最信赖的朋友，他比卢蒙巴小5岁。蒙博托最早在比属刚果军队国民军中当办事员，后来他升任为军事长，这是当时非洲人所能得到的最高军职。1956年从军队退役后，蒙博托先后担任了前途报记者和非洲现状周刊的编辑，因为职业关系，他在1958年参加了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1959年11月，殖民当局镇压斯坦利维尔群众运动时，以唆使骚乱罪逮捕了卢蒙巴。此时正逢刚果独立的布鲁塞尔圆桌会议将要召开，卢蒙巴由于不能如期入会，他就指派蒙博托代为出席。不久，比利时殖民当局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卢蒙巴。在卢蒙巴等人的努力下，比属刚果获得了独立。刚果独立后，有过军事经历的蒙博托被任命为刚果国民军参谋长。刚果独立8天后，国民军发生了反抗比利时军官事件，蒙博托对反叛军人进行慷慨赦免，并向反叛军官发放军饷，这让蒙博托一跃成为少数能控制住军队的军官之一。正是因为手中有了军队，使得他足以在卡萨武布和卢蒙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左右局势。卢蒙巴死后，蒙博托将政府的领导权交还给总统卡萨布武。作为回报，卡萨布武任命蒙博托为军队总司令。蒙博托深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为图长久之利，蒙博托对军队进行了改组。在此期间，加丹加省被联合国维和部队占领，杀害卢蒙巴的反对派首领冲博被迫流亡西班牙。1961年9月，一架飞机在恩多拉附近坠毁，导致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和机上15名乘客遇难。与此同时，在该国东部，苏联和古巴支持的叛军辛巴
发动了起义。在欧洲雇佣军的支持下，刚果政府军于1965年11月彻底击败了辛巴叛军。当时，因为刚果总理西里尔·阿杜拉辞职，总统卡萨武部于是让冲博回国，组建和解政府。刚果共和国随后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其后，蒙博托利用卡萨武部和冲博之间的权力斗争，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蒙博托掌权后，将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金沙萨。1971年10月，他又将国名改为扎伊尔共和国，这是该国11年来第4次更名。在蒙博托主政刚果30余年间，有机构统计，当时首都金沙萨40%的人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蒙博托时期，政府高层仅是很小的一个圈子，且大多数人来自蒙博托的家乡和部族。为了防止官员权力过大，蒙博托经常更换官员的位置，还经常利用降职、逮捕等手段降低官员个人影响力。按照蒙博托的说法，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减少他们的能量，从而毁掉他们。1990年，非洲兴起多党制后，为了紧跟新的形势，蒙博托于当年4月24日宣布实行有限多党制。只是他本人退出了自己创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以仲裁者的身份成为各派共主。1996年9月，在来自卢旺达和布隆迪的难民潮等因素的推动下，洛朗·德西雷·卡比拉领导的叛乱在扎伊尔东部爆发。卡比拉比蒙博托小8岁，他早年追随卢蒙巴。蒙博托政变上台后，卡比拉就立下志向，一定要与蒙博托斗争到底。为此，他于1967年创建了刚果今人民革命党。1994年，卢旺达发生震惊世界的部族大屠杀后，上百万难民涌入扎伊尔东部地区，扎伊尔东部形势骤然紧张。在卢旺达和乌干达等国的支持下，伺机已久的卡比拉返回了扎伊尔。卡比拉同对抗扎伊尔政府军的图西族武装力量联合，对蒙博托发动了攻击。1996年9月，卡比拉占领了南基五省首府乌维拉，并宣布建立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当年10月，卡比拉趁蒙博托出国治病未归之机，卡比拉以最先控制的东部地区为根据地，指挥军队向北、西南3面挺进，几个月时间内就占领了约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迫使蒙博托中断在法国的疗养。回国后，蒙博托全面改组了军队，宣称要组织反攻，但政府军长期领不到军饷，因此卡比拉的军队势如破竹，占领了东部战略重镇基桑加尼。基桑加尼是政府军在东北的总部，也是扎伊尔政府军伞兵突击师的驻防地。伞兵部队被歼灭，从整体上动摇了政府军的军心。1个月后，卡比拉的军队又攻占了扎伊尔第2大城市鲁本巴西。鲁本巴西是扎伊尔的矿业中心，也是扎伊尔政府经济命脉所在地。这一胜利使卡比拉取得了经济和战争后勤的主动权。接连失利的蒙博托想到了和谈，经南非总统曼德拉的斡旋，双方终于坐到了一起。但是在是否交权、向谁交权问题上，双方存在巨大分歧。1997年5月5日，卡比拉向蒙博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8天之内辞去总统职务。5月16日，卡比拉开始进攻首都金沙萨。兵临城下之际，蒙博托辞去了总统职务，前往摩洛哥避难。1997年5月17日，卡比拉在鲁本巴西宣布就任国家元首，并将扎伊尔共和国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统治了扎伊尔达32年之久的蒙博托时代由此宣告终结。卡比拉虽然成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但他仅控制几个大城市。刚果民主共和国大片国土处于卢旺达和乌干达部队的占领之下。在夺取政权前，国内政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卡比拉很依赖于两国的支持。两国出兵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希望借此控制刚果东部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但卡比拉并不想让这些财富落入他人之手。于是，在共同的对手消失后，卡比拉与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不久后，在两国支持下，刚果国内的图西族发动了叛乱，两国以此为借口入侵了刚果。第2次刚果战争由此爆发。战争伊始，反政府武装在卢旺达和乌干达军队的支持下席卷了东部城市。8月16日，反卡比拉势力成立了刚果民主联盟。为挽救危局，卡比拉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求援。19日，
南共体正式委命安哥拉、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出兵刚果，并一举击溃了西部的叛军，保住了首都金沙萨。至此，战场上出现了两个敌对阵营，一方是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另一方是卢旺达、乌干达与刚果民主联盟。这一场刚果内战到此时为止，已经演变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大规模的地区性战争。时任美国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赖斯将其称之为第一次非洲世界大战。尽管卡比拉在盟国的援助下，在西线取得了胜利，但他在东线却节节败退。直到1999年，精疲力尽的双方才在联合国的斡旋下签订了卢萨卡停火协议，但混战仍在继续。2001年，卡比拉遭下属军官刺杀身亡，他的儿子约瑟夫·卡比拉紧急返回刚果。经过长期和谈，约瑟夫·卡比拉成功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刚果。2002年12月，参战各方成功签署和平协议，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第二次刚果战争造成了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战争虽然结束，但刚果并没有迎来和平。由于战争，刚果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武装力量派别，他们割据一方，依靠当地丰富的矿产作为经济来源，同政府军分庭抗礼。刚果政府的武装力量因资金问题导致军队缺少正规训练与装备，很难彻底击败反政府武装。2018年12月，刚果民主共和国举行了大选。2019年1月，选举委员会宣布反对党候选人菲利克斯·齐塞克迪获胜。4年后，齐塞克迪再次当选。由于多年的战乱，目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